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asson 的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来复刻一个全纽约最好吃的美式松饼，以及经典的枫糖奶油酱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：室温的中大型鸡蛋2颗，盐2克，泡打粉6克，香草精2克，融化的无盐奶油58克，中筋面粉160克，细砂糖70克，室温的全脂牛奶220克。将面粉与泡打粉过筛，加入一半的糖和盐混匀，我们来分蛋。在蛋黄盆中加入牛奶、融化的奶油以及香草精，混匀后备用。接着来打蛋白霜，以中数打1分钟。将剩余的糖分3次加入，每次搅打30秒。糖都加完后，再打1分半，或打到中度的软性发泡。把湿料倒入干粉中，
沿着盆边翻拌，次数不要太多。只要看不见干粉即可，不要搅匀。将蛋白霜分2次加入，一样不要过度搅拌。让完成的面糊保有一些结块和些许的蛋白霜。电烤盘以190度预热。使用1/4杯的蛙勺。先取半勺来测试，依据上色的情况来调整温度和时间。先来做原味松饼。第一面煎3分半，翻面再煎3分钟。冒泡泡不要急着翻面，要等泡泡破掉。准备160克的枫糖，以及110克冷的无盐奶油。以中火加热枫糖，煮到微热后加入奶油。不停地搅拌，直到完全融合，不要煮沸哦。撒一点糖霜，
搭配特制蓝莓淋酱与枫糖奶油酱，趁微热享用最美味哦。美式松饼是一款非常经典又很受欢迎的早午餐料理。那很多的美国家庭都有自家的完美配方。我们今天的食谱是复刻自美国纽约名店克林顿街烘焙店的松饼配方。那这家店曾多次被媒体评选为全纽约最好吃的美式松饼。那每到周末假日，往往要排上2个小时才能够吃得到哦。那他们家的松饼特色是内里蓬松柔软，那外圈酥脆，表面还带有一点焦香味，搭配独门的枫糖奶油酱，我们尝过之后马上就明白为什么松饼的英文名字叫做 pancake， 因为它就像是用锅子煎的蛋糕，非常的松软美味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款松饼要留意的小地方。首先是面糊的部分哦，那关于面糊最大的关键就是不要过度搅拌，那只要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。那即便还有结块，也要忍住不要去把它拌匀哦。那这个结块会增加它的蓬松感，而过度搅拌呢，则会让面粉出筋，使口感变得有嚼劲。那这种做法不只是纽约名店特别去强调，那就连号称巴黎最好吃的松饼店 Rose Bakery 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。那巴黎的这家店呢，它甚至强调那个搅拌不要超过8次。那不同于一般的美式松饼，这个食谱呢，它有一个秘密武器，就是打发那个蛋白霜哦。那它会让松饼吃起来有蛋糕般的蓬松感。那在混合蛋白霜的时候，也不要过度搅拌。那即便看到一些蛋白霜还残留在上面也没有关系。那它的状态就像是面糊里的白色浪花，是松饼蓬松美味的关键之一。那这个面糊呢，大致分成3个部分哦。那一个是干粉，一个是液体，那再来就是蛋白霜。那制作的顺序呢，建议是先打好蛋白霜，再来混合面糊。原因是泡打粉一旦跟液体结合呢，它就会开始作用，而面糊混合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蛋白霜会消泡。那面糊最好是现做现煎，不建议前一天先做好。那再是煎的部分，我们今天用的是电烤盘。那电烤盘呢，是最适合用来煎松饼的工具。那因为它的温度比较稳定，那也可以用平底不粘锅或铸铁锅来煎，但一定要选择底部很平的锅子。另外用一般锅子来煎的话呢，要特别留意，因为锅子它会蓄热嘛，所以它会越煎越热，所以呢建议是用中火预热锅子，然后锅子热了之后呢，再改以中小火来煎。并且要随时观察那个松饼的上色情况，来调整火候跟时间哦。那用不粘锅可以不用上油，但如果要加油煎的话，那个油量也不可以多，可以用厨房纸巾沾点油来涂抹，或者用奶油也可以。那这样煎出来的松饼，它的边缘就会比较香脆。但要留意奶油非常容易烧焦，所以你每煎几片，你就把那个锅子擦拭一下。最后就是枫糖奶油酱，可以提前做好，要吃的时候再加热融化就可以。不过加热的时候千万不要煮沸哦。
那我们影片中使用的这个蓝莓酱呢，它也是纽约名店的招牌之一。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看，因为它的做法真的很简单，而且味道不会很甜，还带有柠檬的酸味，那刚好可以平衡松饼跟枫糖的那个甜味。食谱呢，我们会放在影片的下面说明栏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我是 Gaston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G、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